古代青楼为何都要养一群壮汉？除了当保安，还有一个用处。青楼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红火的行业，从春秋时代开始出现，一直到现在也未曾断绝过。而在电视剧当中，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青楼，都以为青楼就是找几个女子就能开起来的。但是事实上，每一个开青楼的老板，那背后可都是有人撑腰的。同时在青楼当中就职的，也不仅仅只有那些漂亮女子，还有一群强壮的大汉。那么青楼为什么要养一群壮汉呢？他们只是看家护院的呢，还是有别的目的呢？其实古代青楼养一群壮汉，主要有以下这些作用。第一，当然就是看家护院了。虽然说这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有官府在管着，但是很多时候，很多事情是官府管不到的。如果青楼遇到了砸场子的，那这个时候就只能组建自己的保安团，对来保卫青楼的安全。这些壮汉就是保安团队。还有，青楼这个地方出入的人员非常复杂，除了达官显贵、文人墨客，还有一些地痞无赖、喝酒闹事的等等。这些情况有的时候劳保是应付不来的，靠那些小姐们更是不行。但是又不能说随便一点小事就得报官，那以后的生意还做不做了？就算官府来了抓了闹事的，也可能只是打个板子罚点钱了事，这免不了他们下次还会来闹事。所以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意，劳保呢会让壮汉出来平息事端，甚至直接把闹事的给轰走，或者直接打开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这群壮汉就派上用场了。他们平时在场所里走动就可以给那些想要闹事的人以震慑作用。青楼里的壮汉相当于现在一些夜场 KTV 里面的内保一样，说白了，这内保呢就是打手，只要有人闹事，他们负责来摆平。青楼壮汉的第二个作用就是看管小姐。那些在青楼当中，不管是卖身的还是卖艺的小姐，都是出身不好，或者是家道中落，或者是被逼卖到青楼的。平常人家的女儿，又有谁愿意到青楼里面工作呢？所以青楼里的壮汉除了看场子之外，还要看这些小姐，可不能让他们跑了呀。特别是那些刚被送过来的，或者刚被买过来的，劳保在教育他们的同时，对于那些不肯顺从的这些男人，就起到作用了。他们会打骂那些不听话的女孩，一直打到他们服为止，打到给劳保接客为止。古代青楼养一群壮汉，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两个作用之外，还有其他作用。因为青楼是寻欢作乐的场所，虽说平日里迎来送往、伺候客人都是女子的任务，但是也难免会有一些体力劳动，比如砍柴打水、外出采买、抬家具、修缮房屋等等。这个时候男子就起到大作用了。因为青楼之中大部分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平时还要陪客人，所以一些体力活劳保就会让这些男人去做。综上所述，青楼供养着这些壮汉，才能保证自己的正常经营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